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丽丽厨房，我是丽丽。糯米粉别只会用来包汤圆了，今天用糯米粉来分享一个早餐饼的做法。加入4个鸡蛋，不用蒸，不油炸，5分钟出锅，比汤圆、粽子都要好吃。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200克糯米粉，糯米粉呢一定要用水磨糯米粉，这样会更加好吃。我们先把糯米粉放一旁备用，接着准备4个鸡蛋，把它倒糯米粉的碗中。200克糯米粉搭配4个鸡蛋，如果糯米粉多的话，鸡蛋就多打几个。然后加入4克酵母，加30克白糖，促进酵母发酵。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些。用筷子搅拌均匀，搅拌至酵母溶解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哪里有干糯米粉就往哪里搅拌，最后搅拌成这样粘稠的面糊。再往里边倒入200克普通面粉，继续用筷子搅拌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。在搅拌的过程中，如果觉得太干，可以加一点牛奶或者是清水，如果觉得太稀，就再加一点面粉。最后搅拌成这样细腻顺滑、无颗粒状的面糊。搅拌的时候感觉阻力特别的大，再盖上保鲜膜密封起来，放冰箱冷藏发酵1晚。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准备10克红枣，淋少许清水把红枣和葡萄干打湿，再加2勺食盐，加2勺食用小苏打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让每一个红枣和葡萄干都能裹上一层小苏打。用红枣和葡萄干表面都有层褶皱，里面是藏污纳垢的好地方，直接用清水洗很难清洗干净。这里加小苏打呢，小苏打属于碱性物质，有很强的去污能力，能把红枣和葡萄干清洗得更加干净。抓拌至感觉水变得特别浑浊，再倒上的清水把红枣和葡萄干好好的清洗一下，把表面的小苏打清洗干净。清洗一遍之后控水捞出，再放另外一盆清水中，给它多清洗几遍，直到把清洗的水变得清澈为止。洗净后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在案板上。取出一把厨房剪刀，把红枣剪成小块，把枣核去掉。红枣处理好以后，再和葡萄干一起剁碎，尽量多剁一会儿。也不用剁得太碎了，有点颗粒感会更好吃，最后剁成这样的颗粒感就可以。再把它放入盘中，接着准备半个火龙果，我准备的是这种白心的火龙果。我们先把火龙果皮去掉，然后把火龙果切成薄片，也不用切得太薄，薄后要切得均匀一些。切好后再给它切成细丝，最后再切成火龙果丁。全部切好之后，把它放入盘中，先放一旁备用。接着再准备一个香蕉，把香蕉皮给它剥下来，不要了。再把香蕉切成薄片，也不用切得太薄，薄后要切得均匀一些。切好之后放入盘中。这是发酵了1晚上的糯米面糊，我们打开保鲜膜看一下体积已经变大了很多，变得胖乎乎的，用筷子给它搅拌一下，拍拍气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，尽量多搅拌一会儿，把里面的气孔排干净。气孔排干净以后，再加入红枣、葡萄干，20克左右的甜蜜豆，这样会更加的营养。继续用筷子搅拌均匀，让所有食材充分的混合在一起。我每天都在用心的教做菜，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下次不会做还能找到我。
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搅匀后先放一旁备用。电饼称先不要开火，倒少许食用油，用刷子刷均匀，底部和锅盖都刷上食用油，防止粘连。然后倒入刚调好的面糊，全部倒进来，用铲子给它铺平铺均匀，给它整理平整，摊成一个鸡蛋饼的形状。这一步一定要先关火，不然开火的话还没整理平整，底部就烙糊了。整理好以后，在表面再刷一层食用油，锁住饼的水分，这样烙出来的饼呢会更加的软糯好吃。然后再盖上盖子，开上下火烙1分钟，把饼烙至定型。1分钟后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现在的饼表面已经变成这种金黄色了，说明饼已经定型了。再用铲子给它翻一下面，这时候呢，先关一下火，在表面淋2勺番茄酱，用刷子刷均匀，整个表面呢都给它刷上一层番茄酱，这样吃起来会有酸酸甜甜的口感，会更好吃。刷好后再撒上一层芝士碎，这时候的芝士碎不用放太多，薄薄的放上一层。芝士碎撒好后，再把香蕉片摆到芝士碎上面，像我这样转着圈的摆放，整个表面呢都给它摆上一层香蕉片。香蕉片放好后，最后再撒上火龙果丁，均匀的撒在香蕉片上，薄薄的撒上一层。火龙果丁放好后，再放上一层芝士碎，这时候的芝士碎可以多放一些，这样做出来呢，芝士奶香味浓郁，而且拉丝效果会更好。芝士碎撒好后，再沿着锅边淋少许清水，防止等一下把底部烙糊了。再盖上盖子，开下火焖5分钟，把芝士碎焖至融化。时间到，我们打开盖子看一下现在的芝士碎已经融化了，哇，好香啊！像这样说明就可以出锅了。再利用一个大一点的盘子帮助它出锅。为了方便食用，我们给它切成小块。切的时候呢，表面的芝士碎拉丝效果很好，中间的糯米面饼外酥里软，真的是太香了。切好之后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。像这样非常好吃的糯米面方便饼就做好了，色香味俱全，看着就很有食欲。糯米粉这样做，表皮酥脆，内里香甜软糯，取一块看一下这个拉丝效果非常好，吃着有糯米粉的软糯，有香蕉、火龙果的香甜，加了芝士碎，还有浓浓的芝士奶香味儿，加了红枣、葡萄干、红豆，营养更加丰富。糯米粉这样做，连挑食的孩子都非常喜欢吃，用来当早餐真的很不错，几分钟就能解决全家人早餐，搭配牛奶、豆浆、粥都非常的营养。做法也是非常简单，喜欢的朋友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。好了，今日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。这个视频麻烦您帮忙点个免费的小红心，